成为了80。诸神见此也不好意思改，于是卖了个人情，使得汉武帝长寿而死。当时泰山之神东岳大帝不仅主张着人们死后的魂魄，更主张着人们生辰与寿命，因此在泰山之上祈福最多的是自己或家人长寿。随着年岁的推移，东岳大帝主张死亡的神格越来越重，在《后汉书》中曾有中国人死者魂归泰山的记载，因此泰山也逐渐演变成了审理人们生前罪名，并有着惩恶扬善、断生前作恶者受罚、将生前行善者好生的权利。据记载，东岳大帝人格化的相貌是身着飘渺青云衣，发束苍碧切成冠，腰间佩戴着同样太明之印，乘坐着象征着东方的神兽青龙，身后跟随着5900各路诸神。这5900名各路诸神又分为72司，专管吉凶祸福，断定人之善恶；另有36狱，专门关押作恶冤孽之魂。这72司之中最为出名的是民间所说的包青天包拯。包拯在传说之中可谓是最强的关系户，在生前包拯就已经担任了72司之中的速报司要职。包拯在生前就有着能够日审阳间人、夜问阴间鬼的能力，甚至可以调动阴兵鬼神捉拿要犯。而其他各司之中也有着例如岳飞这样刚正不阿的人来掌管。正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，东岳大帝虽然掌管着中华大地死者的魂魄，但他的神职却远远的超出死神或冥王的范畴。东岳大帝甚至可以直接干涉阳间的善恶奖惩，从而达到维护天地之间浩然正气的目的，并且东岳大帝一点也不受世俗礼教所约束，只要他觉得可以，就可以直接做出违反阴阳法则或人间礼教的事情。在《夷坚三志》第6卷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潭州益阳赵知县之女赵氏嫁与他人为妇之后守了寡。赵氏年轻丧夫，心中怨气难平，且她为人刻薄，对于丈夫留下来的婢女或侍妾极为的狠毒，凡是侍妾稍有过失，便命人以皮鞭抽打，直到昏厥方可停下。有一次，亡夫留下的侍妾陈新奴惹恼了赵氏，赵氏竟然杀了他，并将尸体解剖，将手足以及头颅砍掉。这死去的陈新奴一缕幽魂来到了东岳大帝之前，诉说冤情。东岳大帝一听，这还了得！世间之人虽有贫贱之分、男女之别，但终究天地灵气孕育成人，不把人当人看，就不配再活着了。本来东岳大帝可以派阴间鬼差去取赵氏之性命，但东岳大帝转念一想，便另出一策。他基于死去的陈新奴返回阳间复仇的权利，于是陈新奴返回阳间，手刃仇人赵氏之后，提着赵氏的头颅报官自首。当人间的官员审理此案之时，陈新奴在众人面前讲明缘由，一面牵连无辜。说完之后，竟然在青天白日之下消失不见。在这个传说之中，东岳大帝不论男女尊卑，凡是受冤就给他一个伸冤的机会，可见这位神明更有一些真性情。而在《西湖2集》中记载的故事，则更让人觉得这位东岳大帝性情直率开朗。相传南宋高宗末年，地方巨富王家失火，地方官按令要捉拿纵火之人，但地方官惧怂，不敢追王家之罪，于是捉拿王家周围50户人家，关押顶惩罪。